感觉这个移民，我用一个词啊，就是叫骗人过来。我觉得这个里面呢，其实很多的中国人，他们就是承担了不太好的那种角色。Chinese people cheat our money, lie to us。这话说是一点也没错啊，在这个国外呢，可不是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我看是老乡见老乡，背后那一枪，那真是防不胜防啊。那这几年啊，有个词儿叫润，多少人觉得啊，就感觉只要出了这个国门，那就是空气香甜，那就是遍地黄金，那就是这一辈子的苦难都结束了。可是你真睁开眼睛看看啊，那个外面的世界啊，那是真的天堂吗？根据 CBC 2025年10月14号报道，就在2025年啊，加拿大那个叫萨斯卡通的鬼地方啊，发生了一件让咱们整个华人社区啊都觉得脊背发凉的事儿。一家三口啊，本来呢在这个国内过也是挺好的，后来啊不知道是为了啥，也是卖了家当啊，怀揣着对那个枫叶国美好生活的向往啊，奔着那儿就去了。可是结果呢，半年啊，仅仅半年，钱就被骗光了，梦也被打碎了，甚至连那年幼的孩子啊，都要靠着别人施舍的一片面包才能活下去。When my daughter was born, maybe 6 years ago, we want to go to Canada. We lost our whole money, and we no food to give my daughter. Chinese people cheat our money, lie to us. In the dream, I'm crying. My husband shaking me. Wake up, and I'm in crying dream. Mom can't get the money. 今天啊，咱们就聊聊，看看那个所谓的加拿大梦底下，他到底经历了什么。那故事的主角呢，咱们就叫她婷婷吧。去年1月份啊，这个婷婷呢，带着这个丈夫和女儿，拿着这个旅游签证啊，降落在了萨斯卡通。这个地儿多冷啊，那是天寒地冻啊，泼水成冰。但是人家心里面热火啊，觉得这个新生活开始了，好日子呢在后头呢。而且吧，他们觉得自己遇上了贵人了。那这位贵人呢，是个华人，叫苏军。名头大得很啊，自称啊是这个萨斯卡通某大公司的华人资深顾问啊。那咱们这个中国人到了海外啊，都有一个致命的毛病，就是叫老乡情节。你就是一听这个对方他也是说中国话的，那长得跟咱们一样，还满嘴的为你着想，那个防备心啊，那是哗啦一下就卸下来了。这个苏军呢，给他们画了个什么饼呢？他那是拍着胸脯保证啊，婷婷啊，你们一家三口啊，想拿枫叶卡，简单，我这儿呢也有一条龙服务啊，旅游签转工签，工签转永居，只要你跟着我走，包你全家上岸，以后你这个孩子上学啊免费，看病不花钱，你就请好了吧。你看这个饼啊，画的是大呀，但是那个价格更吓人，11万加币啊。各位，咱们算算账啊，那个时候的汇率算下来，这得折合人民币50-60万啊。那咱老百姓攒点钱容易吗？但这个婷婷一家啊，也是真想留下来，也是真信了这个老乡，心一横啊，签。合同一签呢，第一笔钱2万加币啊，那是眼都不带眨就转过去了。此时此刻啊，他们还根本不知道啊，他们签的根本就不是什么移民服务合同啊，那这个呢是一张要把他们家底儿给掏空的卖身契。咱们必须得插一句啊，就是这11万加币它是个什么概念？那后来是有这个加拿大正经的这个持牌律师出来看了这个案子啊，气乐了呀。人家说了啊，像婷婷这种案子啊，在这个当地找个正规的洋人律师，那顶天啊也就是5000到1万加币。那这个苏军一张口就是11万啊，翻了10倍不止啊！这哪是收费啊？这就是明抢啊！这是看准了新移民不懂这个行情，把人当傻子呢。那这叫什么呢？这就叫磨刀霍霍像猪羊啊！而且这猪羊吧，还是自己送上门的。那钱交了，事得办吧？这苏军吧，还真给办了。没过多久呢，他就给这个婷婷申请下来一个东西，叫 LIMIO。那这个玩意儿呢，就是全称叫劳动力市场影响评估。
就是说白了啊，就是加拿大政府啊准许当地的老板雇佣外国人的一个批文。那有了这个呢，他确实也是可以加分的。那这确实啊是申请工签的敲门砖。那这个李米尔一下来啊，这个婷婷一家高兴坏了啊，哎，觉得这个钱花的值啊。那紧接着啊，又是2万加币打给了苏军，这就去到4万加币了，20多万人民币就没了。咱们拆解一下苏军这个局啊，毒就毒在这一步。他给这个婷婷申请这个李米尔，他职位是什么呢？厨房帮工。各位，哎，你要是懂点行的，哪怕你去这个网上搜一下呢，这加拿大的移民法里面写的是明明白白的啊，厨房帮工呢是属于低技能职位，那是几乎不可能直接申请永居的。这在这个移民圈里面是常识，是 ABC 啊。那这就好比是吧，有人卖给你一张去这个北京的火车票，告诉你呢坐这个车能去美国，车票它是真的呀，车它也是真的，但是这个方向它是南辕北辙呀。苏军知不知道这一点？他干这一行的，他能不知道啊？他当然知道啊。那他为什么还要这么干呢？因为只有这样子啊，才能把你的钱骗到手。那至于能不能办成呢？那是你的事儿。钱进了我的兜里啊，那就是我的啦。这就是典型的杀猪盘逻辑啊！哎，我不怕你最后办不成，我就怕你一开始不掏钱。只要你进了这个局啊，我就有办法一步步的把你给榨干。那果不其然，这报应啊来得特别的快。当这个婷婷啊拿这个厨房帮工的李米尔去这个申请工签的时候啊，加拿大移民局的大雁就直接盖了个拒签。那理由呢给的很给力啊。第一，你在这个加拿大的家庭关系太复杂了。这第二呢，细节前后不一致。还有这第三，移民局啊压根不信你工签到期了会回国。那这一拒签啊，那是晴天霹雳啊。哎，这个时候呢，那正常的中介应该是想办法补救啊，那或者说退款呀。但是咱们这位苏军大姐那是真的心狠手辣啊，他这个眼珠子一转，哎，B 方案来了。他对这已经慌了神的婷婷说啊，哎呀，工签不行，那咱们走这个创业移民吧。你去这个黄刀镇啊，再投个8万加元，开个公司啊，这个事儿准成。听听啊，又是个坑啊。这黄刀镇那是什么地方呢？那是北极圈边上啊，看极光的地方，冷的那是鬼见愁。这更重要的是啊，这加拿大的创业移民呢，它门槛是相当高的啊，就是要求你至少投资20万加元，还得有这个雅思的成绩啊，还得有这个商业计划书，还得有经商的背景啊。这婷婷一家啊，他要是有这个条件，你说当初还犯得着去干这个厨房帮工吗？这个苏军呢，就是看准了婷婷一家已经急红了眼儿，就像那种输光的赌徒，只要有一根稻草啊，他都得抓住。这哪儿给人指路啊？这就是把人往死里逼啊！那后来呢，这个两口子也是真急了眼啊，先去找那个姓苏的理论，后来呢，干脆直接跑他家里面去讨债。可是结果呢，嘿，人家一报警啊，警察来了，不说抓骗子啊，反倒把这个苦主给轰走了。你就给我滚！好 Yes, go out. 哎，这个时候的婷婷一家啊，是已经到那种山穷水尽的地步呀，那是带来了积蓄，大半年的折腾啊，再加上这个给中介的这4万加币啊，基本上就见底了。工作是没着落，身份是没着落，钱也没有了。一家三口呢，困在这个异国他乡的冰天雪地里啊，那真的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最惨的还是那个孩子，这个婷婷呢，后来接受这个采访的时候啊，那个声音都在抖啊，听着都让人心碎。她说啊，我的女儿呢，一整天只能吃1顿饭，甚至有一段时间啊，这个孩子饿的实在受不了了，那只能靠着这个好心人施舍的一片面包果腹啊。各位当爹妈的啊，那听到这儿，谁心里不难受啊？谁不想骂娘啊？那咱们都是为了孩子好才想着移民的，才想着去这个国外给孩子一个更好的未来。结果呢，这个未来还没看见啊，孩子先吃上了起来之食。你说这哪是追求梦想啊？这分明就是带着孩子去历劫啊！这简直就是作孽啊！那看这个孩子饿的是面黄肌瘦，再看这个手里面空空如也的存折，这婷婷是终于醒了啊！这哪是什么清晰的永居之路啊？这简直就是一条通往地狱的不归路。那最后呢，这一家三口啊，是带着这个满身的伤痕，带着对这个同胞的恨呀，被迫买了2张机票，灰溜的回了国。
这一趟啊，除了痛苦、债务和心理阴影啊，什么都没落下。哎，你以为这就完了？那更气人的还在后面呢。这个婷婷回国后呢，就越想越憋屈啊，把这事给曝光给了 CBC。这记者去找那个苏军对质，哎，你猜这个苏军怎么说？那个脸皮厚度哦，那是比加拿大城墙还厚。第一呢，甩锅。他说：“哎呀，我不是持牌工呀，我老公才是，我就是个助理，我给的建议呢都是转达我老公的。”嘿，这是收钱的时候你是苏顾问，那出事了你是苏助理啊，这夫妻店开的挺溜啊。而且那边的律师协会啊都查了，她老公刘某那虽然是顾问，但是根本没有在那边注册职业律师呀，这根本就是什么挂羊头卖狗的黑店啊。还有这第二啊，耍赖。关于那11万的天价收费呢，人家说了啊，这是加拿大的自由市场，这法律没有规定我不许收这么多呀。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他在合同上签了字的，现在嫌贵了。听听啊，这就好比是劫匪抢了你的钱，还说是你自愿把这个钱包递过来的，因为你怕死，利用这种信息不对称，利用这个新移民的恐慌和无知，设下这个陷阱诈骗啊。那最后呢，还要拿这个什么契约精神来给自己洗地啊。你说见过无耻的，没见过这么理直气壮无耻的呀。最可气是什么呢？这加拿大的法律啊，还真就有点拿他没办法。虽然这个加拿大呀设立了移民顾问监管委员会，但是实际上吧，这个监管力度呢形同虚设，几乎是处于无序状态。这个苏军甚至倒打一耙哦，说这个婷婷曝光这个事啊，损害了他的职业声誉和个人名誉。哎呦喂，哎，你还有声誉啊？你的声誉就是吃人血馒头吧？那这个事儿骂完了骗子啊，咱们也得回头看看咱们自己。你像这个婷婷一家的遭遇啊，那虽然也是个极端的案例，但是也曝光了现在很多这个中产移民的通病啊。那现在这个移民圈，它有一种很坏的风气，叫盲目论，就是很多家庭啊，在这个国内吧，他也是刚够得着这个中产的边儿，那有点小积蓄，但绝对算不上是财富自由。这日子吧是过得稍微有点不如意呢，或者说听了这个网上那些中介的忽悠啊，那就感觉啊，只要出去了，一切问题都解决了。咱们得说句大实话啊，移民那是给两种人准备的。一种呢就是那种巨富，哎，去哪儿都能躺平，钱生钱，不愁吃喝呀。这另外一种呢就是那种一穷二白的，本来就是光脚的呀，去刷盘子呢也比在家里强，那是去拼命的。但是最怕的就是婷婷这种夹心层，在这个国内是有房有车有这个体面工作，但是去了国外呢，哎，一旦找不到这种对口的专业工作，那个生活质量那就是断崖式下跌。哎，你想想，才掏了4万加币，大半年就把这个家底给耗光了，这说明什么呢？说明他们家的抗风险能力也是极差的呀。那就这么脆弱的财务状况呢，怎么敢把全家的命运都压注在一个素未谋面的中介身上？还有啊，就是那个移民法条文啊，都在这个官网上写着呢。你哪怕用这个翻译软件看一眼呢，厨房帮工能不能移民，这一查便知道的事啊，竟然能被骗得团团转，这叫什么呢？这叫懒政，是对自己家庭的不负责呀。另外是这个工作还没找好呢，这个身份也没拿稳呢，那就把这个全家都搬过去了，这可不是勇敢，这是鲁莽。他站出来曝光啊，虽然这个钱可能是拿不回来了，但这份勇气吧也是值咱们佩服的。他是想用自己的血泪啊，给这个后来人插个路标，告诉大家啊，此路有虎，慎行。这最后呢，我们聊聊啊，就是为什么像婷婷这样的家庭，哪怕是受过这种高等教育的，这到了海外还是成了待宰的羔羊呢？这个背后啊，藏着一个咱们华人圈子呀最不愿意承认，但是又最残酷的真相。海外最大的坑啊，往往就是挖在唐人街的拐角处。哎，咱们中国人最讲究什么呢？讲究的是人情，讲究面子，讲究圈子。那初来乍到啊，两眼一摸黑，哎，这个时候吧，要是听见一声乡音，要是看见一张黄皮肤的脸，那个感觉是什么呢？哎，那就像是看见了亲人呀，心里面那道防线呢，哗啦一下就卸下来了。心里面想的是啊，哎，都是中国人呀，他能坑我吗？错，大错特错啊！就是在这个名为移民的丛林法则里吧，猎人往往是最喜欢伪装成同类的，因为洋人骗你吧，他还得跨越这个语言障碍呀，还得研究你的文化心理，成本太高了。
而同胞骗你啊，那就是降维打击。他知道你怕什么，知道你贪什么，知道你信什么。苏军之流呢，就是利用了你对同胞这2个字的盲目迷信，把你兜里面每一个铜板都是算计的清清楚楚啊。咱这个话说的再难听点啊，这个事吧，他也不能全怪骗子。这受害者吧，他有自己的软肋。很多这个新移民啊，这个身体是到了加拿大，但是这个脑子吧，他是留在这个国内的人情社会里啊。第一呢，就是语言上的惰性，不愿意去啃那些生涩的法律条文。那遇到事儿了，这第一反应啊，不是去查政府官网，而是去混这种微信群，去听这个张哥理解的小道消息啊。这就好比吧，你放这个正规医院的大夫不看啊，非要去这个胡同口找那个卖大力丸的，因为他说的热闹啊，因为他说的是你爱听的吉祥话。还有这第二呢，就是对这个潜规则的迷信。咱们有些人啊，这个骨子里不信这个法治，信这个路子。一听到这个正规途径难啊，正规途径慢啊，心里面就发慌。那这个时候呢，骗子过来说啊，我有特殊渠道啊，我认识移民局内部的人，那虽然贵点吧，但是稳啊。你就上钩了呀。你也不想想，这加拿大那是法治社会啊，哪来那么多的后门给你走呢？凡是这种张嘴闭嘴跟你提这个保固啊、特殊名额啊、独家渠道的，那不用问啊，100%就是骗子。你想走捷径，人家就在这个捷径的入口挖好坑，上面铺上草，就等着你往下跳。在这个海外流传着这么一句话，听着是挺扎心的：防火防盗防老乡。你以为大家都是这个海外游子啊，应该是抱团取暖？在某些黑心商人的眼里啊，华人社区啊不是家，那是他们的鱼塘，是他们的韭菜地。好啦，今天就聊到这儿啦，我是小懒，我们下期再见。